在我们上期的影片中，我们为我们的 SMU 模组制作了一个足以抽取2安培电流的负载模组，因此我们也得以测试了一些 USB 缆线，了解了这些线材的几个基本特性。不过，现在 USB 快充技术已经逐渐成为主流啦。对于快充技术，您是否曾有过疑问？快充一定就能充得更快速吗？比起传统充电，快充架构又有什么优缺点嘞？因为有种种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打算进一步的来测试 USB 快充的几个相关特性。不过在那之前，我们得先解决 M1K 只允许输入5伏的这个问题。好在这也不会太麻烦，我们只需要在 M1K 的电压输入端加上一级分压缓冲电路即可。而在我们的测试开始之前，请帮我们的影片点赞，并记得一定要将影片看完哦，因为我们的测试肯定是别处没有的啊，所以别走开，我们马上就开始吧。首先我们看一下，这是新增了电压缓冲器的负载模组，能看出和之前纯电流负载的差别吗？看不出来也没关系，按照惯例，我们要简单来说明一下这个负载模组的工作原理。首先，我们将前半部的电路移除，后半部的这块电路就是我们上期影片中所使用的这个10倍电流放大的负载模组。透过 M1K 的 CHB 抽取的电流数流过 RD 电阻所产生的压差，施加在负载电阻上形成10倍电流放大。而我们用的 OP 放大器是 MCP6002， 它内建了2颗 OP。因此，我们将第2颗用来做电压缓冲极，形成了这前半部的电路。当电压高于5伏时，透过电阻分压缓冲后，再提供给 M1K， 以防止 M1K 受到高压损坏。然后，在输入电压小于5伏的时候，将下端的电阻断开，直接输入，以维持低压时的解析度。用这颗 Jump 来作为高低压的选择开关。然后 OP 放大器本身透过 M1K 的5伏来供电。因此，缓冲极的最大输出电压就自动的被限制在5伏以内啦，免除了 M1K 输入过压的风险。那输出极呢？因为一般电晶体的 VCE 耐压通常都远高于5伏，因此这样的电路不但架构简单，而且兼具安全性。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散热啦。不过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今天我们就先不讨论了。接下来，我们就先以传统的 USB 5伏充电器进行一些基本的测试吧。传统的5伏充电器最常见的充电头应该是这种5伏1安培的，也就是像这个豆腐头。而标准5伏规格的充电器，电流数当然也有2安培甚至更大的，像是这一种充电器提供5伏 2.4 安培。或是现在流行的这种多功能的充电头 Type A 最大支援5伏3安培输出，这些都是属于 USB 标准供电，意思就是我们不需要任何协定，只要装置所需的电源不超过一定功率，随时都能以最大功率进行充电。针对这点，我们就稍微来测试一下吧。以这颗白豆腐来看，标示最大1安培，我们先将它接上负载后，看看能不能对它抽取1安培电流。看来是没有问题。那如果超过呢？它的电压就会瞬间下降，进入保护模式。这种做法就是典型的过电流保护，避免外部短路所设计的。那这个 2.4 安培的充电头呢？因为我们的模组目前最大就只支援到2安培，所以如果要测这个 2.4 安培，我们就要再额外的并联这组1安培的负载来测试最大电流。抽取 2.4 安培基本上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一样的，如果超过的话呢？也是一样，在超过 2.6 安培左右，电压就会开始急剧下降。或是这个5伏3安培的充电头，我们应该也是可以任意的抽取满载电流。因此，任何一个合格的充电头应该都要能够提供大于等于它所标示的最大电流。这边我们说是最大电流，而不是最大功率，是因为在
在装置上是无法得到最大功率的啊。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看，当我这样连接时，我们对它抽取2安培电流，在装置端只剩下 4.6 伏左右，但充电头这端呢，却还有接近5伏的电压，因为少掉的部分都在线和接头上面啊，最大功率只会发生在充电器这端。因此，经过这些测试，我们就可以证明，这些标准 USB 充电头的电源输出不需要任何额外的协定，甚至是连低正低负的线都没有的装置，都能直接的提取电源的。那 Type-C 头呢，也能随意的抽取电源吗？所以说，它看起来也是有支援5伏3安培的标准电源，但卡在 Type-C 接头是双向可插，需要透过 CC-NICE 来判断方向。如果没有 CC-NICE，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使用电源的。我们先插入这条 Type-A to C 的线，可以量得到5伏的电压。再来换成这条 Type-C to C 的线，就完全无法获得电压，所以它操作起来就不像 Type-A 来的简单啦。这部分我们今天就不做测试啦。那快充呢？所谓的快充技术，就是充电器能以高于标准5伏3安培以外的电源进行充电。我们量一下协议后充电器所输出的 V-bus 电压。但要 USB 接头能输出5伏或3安培以外的高压或大电流 ，USB 的主从双方就得有额外的协议才行，不然传统的 USB 装置可就惨了，因为他们就只吃5伏电压嘛，你给他其他电压，那就是要了他的命了。而现今用户数最大宗的2派快充技术，主要就是 Apple 所支援的 USB PD 快充技术，以及 Android 所支持的 USB QC 快充技术。这2种快充技术都有他们独有的协议方式，像是 USB QC 3就是用标准的 USB 缆线中的低正低负资料线来进行双方电压协议。至于 USB PD 快充协议就比较麻烦啦。我们前面有说到 Type-C 透过 CC 线来辨识方向，实际上它也透过 CC 线进行电压协议。因此看到这边我们就可以知道 USB QC 充电器用的线和标准的 USB 用的就是同一条线，因此理论上随便一条标准 USB 线都能使用 QC 快充。至于 USB PD 快充协议就比较麻烦了。我们前面有说到 Type-C 透过 CC 线辨识方向，实际上它也透过 CC 线进行电压协议，因此支援 PD 快充就必定是 Type-C 接头的充电器。但尽管这些快充技术使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电压协议，但它们协议的电压范围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像是9伏、12伏、20伏，甚至更高。然而无论是 QC 快充还是 PD 快充，使用一般线材时的最大电流普遍也都和 USB 标准5伏时相同，只到3安培，并没有再提高。额外提高输出功率的方法都是透过提高电压来实现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其实原因就在我们上一段的测试里面啊，因为当线材通过大电流时，线材阻抗造成的电压损耗是很严重的，所以不管线材品质再好，受限于物理限制，功率就无法大幅的提高。我们就针对这个现象做个简单的测试统计一下吧。我们用这颗充电器使用不同的电流数，对这2条 USB 缆线进行测试，看看它们分别造成了多少的线损。首先是这条白色看起来很普通的线，先用1安培拉载，达到1安培时，装置端的输入电压降到 4.8 伏左右，然后再拉载2安培，电压下降到 4.551 伏。这2个电流损耗分别是 5.4% 和 11%。再来是这条比较粗短的线，拉载1安培时，输入电压降到 4.971 伏；拉载2安培时，输入电压降到 4.791 伏。这2个电流分别造成 2.8% 以及 6.33% 的电压损耗。你看，即使像这种又粗又短的线，阻抗应该是非常小才对，也已经造成了超过 6% 以上的线损。
那测到这边，我们自然而然就会联想到，我们在买线材时，有些线材会标榜支援3安培或甚至是5安培。这些线材是不是就能排除这些损耗的呢？关于这个我只能说，这些线材应该的确是能减少掉一些损失，但终究是免除不了一定程度的电压损耗的。针对这个问题，以下我们就再多测试这条线试试看吧。这条线是标榜了 3.1 安培的标准线材。我们同样的透过它抽取1安培及2安培的电流，看看它的特性怎么样吧。当负载电流达到1安培时，装置端的输入电压剩下 4.864 伏。抽取2安培的时候，输入电压下降到 4.608 伏。它在拉载2安培的时候，实际上已经产生了接近 10% 的电压损失，这已经超出一般装置认知上5伏正负 5% 的合理范围了。虽说如此，然而它可能还是能满足所谓的3安培线材规格的。我们看看 Type-C 的线材规格，在内组的章节提到，最大的可允许线损，在整个供电回路的范围内，只能产生小于750 mV 的电压损失，而 Type-C 的电流规格就是3安培，因此即使是这条标榜了 3.1 安培的线材，也完全免除不了电压损失的问题。因为现在的时空背景已经不同了，现在使用更大的功率已经是必备的需求了。但依照上面的测试结论，我们如果使用第一条白色这条线，抽取3安培来增加功率，可以预见的是，它将造成 0.84 伏以上的电压损耗，这已经远超过许可范围了。因此，再增加电流数就不是个理智的做法。既然这样，那如果我们使用快充技术的高压充电，又会有什么结果嘞？首先，我们需要用 M1K 对充电器进行 QC 快充协议，让它输出12伏的 V-bus 电压。我们可以透过 M1K 的数位 I/O 角来进行协议的操作，把这2只角接到低正低负。然后用 M1K 输出协议的讯号，确定有输出12伏了。然后用定功率模式抽取和刚刚这条白色线相同的功率数，来看看结果如何。当抽取的功率来到 4.85 瓦左右的时候，电压讯号没什么下降，负载电流只有 0.4 安培左右。接着我们抽取 9.2 瓦的功率，电压大概下降到 11.935 伏，电流是770 mA 安培左右。经过这些实验，就可以证明使用高压快充的确可以大幅降低电压损耗。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大幅的减轻对线材品质的依赖。因此，就算是一条一般般的线材，都可以很轻松的就输出标准 USB 的满载功率，而且并没有造成太大的电压损耗。因为有这些好处，也难怪现代装置对快充技术的依赖与日俱增啦。最后我们看一下 QC 快充，理论上是任何标准线材都能进行快充，但也许您却曾经遇到过插到 QC 充电器后没有进行快充，就像这一条线一样。我们就来确认看看吧。确认方法很简单，就是要看看缆线中有没有包含低正低负资料线。以这条正常可快充的线材来看，就可以量到低正低负的两端呈现导通的状态。但这条白色的线呢？很明显，就是缺少了低正低负资料线，因此这就是不能进行 QC 快充的原因啦。其实包含 Type-C 缆线也是，只要我们采购前都能确认缆线是包含完整资料线芯的标准线材，那相信不论是什么快充，应当都能良好的工作啦。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内容，今天的测试就到这边啦。最后，请别忘了帮我们的频道点赞订阅哦。我们下部影片见啦，拜拜。